填土之道有道理，海恩我理想中的餐酒生活，好久不见了。那前阵子因为打了皮蛇的疫苗，有一阵子身体不太舒服，医生是判断说我可能两个打了，因为他要打2针嘛，两个打的时间可能太近了。意思是说，虽然一般人是 OK 的，但是我现在年纪比较大了，所以打了之后呢，第2针的反应比较强烈，那一阵子大概1个礼拜都很不舒服。然后后来自己也懒了，就是稍微康复一点，比较懒了，就比较没有录这个节目。但是我说过了，这个话题其实源源不绝了，可以谈的东西很多了。那这阵子在忙别的事情，大家最近在忙什么？我也在忙什么，一样的意思哦。所以有一阵子没有更新，但是我现在就是随手拈来，还是可以谈一些话题。因为前阵子都在谈葡萄酒的东西，在谈日本酒、清酒的东西。那我今天就改换一个比较不一样的主题，就是谈葡萄酒，然后特别是谈葡萄酒里面有关一个非常重要的葡萄品种。一般人可能比较少喝到哦，但是比较少喝到，并不是说这个葡萄品种比较难得，而是它其实是常见的，也是很有名的国际性的葡萄品种，只是它酿出来的酒价格通常都比较贵，所以对于一般的酒友，就是以生活为主的酒友来讲的话，这种葡萄酒呢，可能就是你比较少会去接触到哦。那是哪一种品种呢？英文叫做黑皮Pinot Noir，Pinot Noir， 然后中文翻译成黑皮诺。那这个 Noir 是你讲英文也是，但是它其实是法文，就是 Noir 是 Noir 是黑色的意思，所以是 Pinot 黑皮诺 Pinot Noir 黑皮诺，他把形容词放在后面。那这个我也可以提前先讲，因为其实 Pinot Noir 它有很多个变种 mutation 哈，那它的变种差异最主要是在那个葡萄皮的表面，就是葡萄皮表面会影响到什么？会影响它的里面有2个物质嘛，两种物质为主。第一种就是它的单宁，葡萄皮上面都有单宁嘛，然后第2个是它的花青素、花色素这些东西会影响它的颜色。那这2个东西呢，其实还有香气但是香气因为这个东西是我们看不到的，是闻得到的，所以我是以视觉或者触觉来讲，这2个东西对葡萄酒来讲是比较明显的。当然香气是很重要啦，这是嗅觉的部分。只是说Pinot Noir 的变种，就 Pinot 这个家族的变种，你想想看，如果 Pinot 有接一个 Noir 黑皮诺，那它有没有不一样颜色？因为颜色放在后面来形容嘛，那它有没有不一样颜色的 Pinot 家族呢？有，它事实上基本上我们常见的有4种。第一种就是 Pinot Noir 黑皮诺，好，这个等一下我会展开来说。第2个是所谓的 Pinot， 抱歉，我不懂法文，我就是噪音来念。Pinot Meunier 就是 M 开头，叫做Meunier， 我到时候字幕上面会显示哦。然后第3个叫做 Pinot Gris， 那个 R 发 H 的音Pinot Gris 就是英文翻译就是灰皮诺。刚刚那个 Pinot Meunier 那个就没有什么翻译，他们通常就是皮诺什么慕尼耶这样的字然后第4个是所谓的 Pinot Blanc，BLANC 或 Blanc 这个是法文的发音那 Blanc 是白嘛，就是所以由上往下 Pinot Noir、Pinot Meunier、Pinot Gris 到 Pinot Blanc， 其实就是颜色由红色、紫红色一直慢慢变浅，到最后的绿色就是白葡萄。所以
注意哦，皮诺诺瓦这个我们很多周围都认知就是红葡萄，但是它的变异性可能就是因为表皮的颜色会变成是白葡萄。我之前很早之前有提过了，就是葡萄其实你把皮剥开之后，它里面的汁液都是一样的颜色，都是那种浅浅的淡绿色。所以所谓的红酒或者是白酒，简单讲就是都是葡萄酿出来的酒款，只是说在酿造过程中可能有参与到浸皮，然后或者是那个汁液葡萄汁液跟那个皮接触的时间的长短的问题。这样讲就只有这样的差别而已，所以它并不是说有一种葡萄叫做特别特殊的品种叫红葡萄，不是这样的东西，它就都是葡萄的品种，它只是因为外表颜色不太一样而已，就跟人一样嘛，我们人的肤色也不一样嘛，但是我们的基因基本上是一样的啊。那呃，里面 Pinot 的家族 mutation 的话，它有这个我刚刚讲4个等级，前面3个等级 Pinot Noir、Pinot Meunier、Pinot Gris，基本上我们都归类在红葡萄的等级。当然 Pinot Gris 其实看起来是有点黄黄的这样子哈，但是我们把它归类在红葡萄的等级。Pinot Blanc、Pinot Blanc 这样的所谓白皮诺这样的东西呢，它是被归类在所谓的白葡萄酒的白葡萄的等级。其实基本上呢，比较尴尬的就是 Pinot Gris 跟 Pinot Blanc 这2个东西呢，通常都是以白酒方式来酿造的。即便 Pinot Gris 它是黄色的，是比较在归类上是比较偏向红葡萄的品种，红葡萄的种类，但是它酿造是以白葡萄酒的方式来酿造为主，甚至里面就是刚好 Pinot Noir 跟 Pinot Gris 是比较常单独用这个单一品种来酿造，其他的比较像是它会去混合别的葡萄来做组合，比较没办法当成主角哈。这个希望大家能够记住，简单讲就是这样而已。那皮诺诺呢？在介绍皮诺诺之前呢，其实要先提到一个法国的单字哈，我也不太会念，我再强调一次，我不太会念，但是各位反正字幕上我会把它修正出来，它就好像叫做法文叫做 sepagenous 哦，看字幕就好。然后这个单词是什么意思呢？它的意思是说，我现在看着这个，因为这有一个定义在，他说同种的葡萄在不同地区或时间的状况下种植，依然还可以表现出这个品种特色的能力。简单讲哦，这个比如说某个人很刚正不阿的话，他的从小生长背景让造就他这种个性的话，他不论到哪一个地方，他的表现都是一样的这样子的严谨。哦，这是属于，特别是人年纪越大之后，你这是属于个人的特性就是你养成的背景，或者你天生的啊，这个人性本善本恶的东西，我就不讨论。简单讲，就是以人来比喻所谓的 sepagenous， 或者是我们直接讲葡萄品种的话，就是它本身的特性够强，所以不论在哪一个地方栽种，然后在什么时间让它考虑到它能不能生长了，太冷当然就不行。我就说它能够存活的状况底下，它种出来你一喝，这个酒就本身就会带有那种属于这个品种的特性，就是它不容易被磨灭掉就对了，它不会随着因为风土然后有产生多巨大的改变，会改变，但是不会产生多巨大的改变。这个就是所谓的 sepagenous。好，那你请注意哦，这跟风土是没有关系，因为风土是这葡萄这个东西已经栽种下去了，但是我讲是这个东西原始的特性。我讲用人的个性来比，也许不太合适。比方讲说男女好了，男女，你是男生，你到哪里都还是男生嘛，对不对？好，
不要讨论一些医学太奇怪的例子，我讲是很典型。你是女孩子，你就到哪边都是女孩子，可是你可能因为呃。比方我们的以前的总统马英九呢，他是在一个女性为主的家庭长大的，所以他是男生还是没有错，这就是 s e p a r a t i o n i s 但是他表现出来会比较阴柔一点，但是那个东西就属于风土的养成。会用总统来做比喻很好笑，但是我相信各位这样就比较容易去区分所谓的 s e p a r a t i o n i s 跟所谓的铁化，就是那个风土的差异性，然后。那这葡萄也是一样。那回到皮诺诺瓦上面的话呢，或是回到葡萄品种上面来讲的话，因为我们既然不谈风土，我们谈的是那个 Serpaginatus 这种所谓的原生特质这块部分的话，不是所有的葡萄都有很强的原生特质哈，但是有少数的葡萄就有，皮诺诺瓦就是一个具有原生特质很明显的一种品种。虽然它会受到所谓的风土影响，风土就地形、地势、土壤，单纯讲这个属于产地的部分。然后另外，如果把人酿造过程也加进来，算是风土的一部分，对吧？天地人嘛，那这个部分呢，当然会以后天，这是属于后天的环境，当然会对于这个原生的这个葡萄品种，它的 Serpaginatus 就是它的本质的这种东西呢，还是会造成影响，会造成一些差异性。但是这个差异性呢，不会掩盖掉它原始的特性。我这边举一个例子来讲，就是说，像皮诺诺其实它是法国的 Burgundy 那边的原生葡萄品种，所以在那边栽种当然有它的特色。好，它的特色其实是比较高冷型的，就是 elegant， 比较优雅哈 ，elegant 跟你这什么每种形容词有不同的意思，但 elegant 是比较你把它想成贵族那种比较有教养，比较他不会做出一些很奇怪的事情出来，然后本身出来的时候就会给你感觉到这个人是有教养、有高贵的气质，那个东西跟钱都没有关系的哈，是比较属于先天加后天养成出来的结果，所以我们一般在谈到品种诺的话，都会觉得说是以王者来讲的话，就是主流的话，当然就是 Burgundy 为主。只是 Burgundy 那边呢，品种诺本身就是一个不好种植的品种，它的同样的面积，假定有一块同样大小的面积呢，如果是在波尔多那边种的话，种 Cabernet Sauvignon 就是所谓的苏维农这种品种的话，它跟同样的面积是在 Burgundy 那边有一个同样的面积大小的话，它种出来的 Pinot Noir 呢，同样面积哦，它在以 Cabernet 种植 Cabernet Sauvignon 种植的量呢，产量呢，基本上不是绝对的，这是一个基本上的一个比喻，就是说 Cabernet Sauvignon 大概会是 Pinot Noir 的产量的2倍，所以这种2倍的你可以想见，如果你是一个葡萄酒农的话呢，Cabernet Sauvignon 它本身也可以种出很好的葡萄，这品质也很好，然后酿出来的酒又不错，就波尔多的酒嘛，波尔多左岸典型的葡萄品种嘛，那也可以卖到不错的价格。那皮诺诺那个又娇柔又就是它虽然很高贵典雅，就跟贵族一样，但是当然它的如果在极端的环境，只要是环境有一些变化的话，它很容易就遭受到影响。所以以风土来讲，那个 Burgundy 里面的风土呢，它对于这个葡萄 Pinot Noir 的这个该年份的这个结果呢，是影响更大的。那波尔多那边就会比较，它当然也是有年份的影响，但是它所谓的 Serpaginatus 的话，Pinot 就比 Cabernet Sauvignon 要更敏感一些哈，本质上更敏感一些。但是有些像 Burgundy 那边，它就是那边的葡萄酒农，就是一方面也是产区规范，然后那块地真的很适合种 Pinot Noir 所以即便会有很多不利的因素，但是
撇开不利的因素不谈，那是老天有时候是跟你开玩笑嘛。但是如果说是一切状况条件良好的状况底下，再加上风土影响，它酿出来的酒呢，可能就会让你觉得非常的好喝，而且那种好喝是属于还是用一个单字 elegant 很典雅高贵的那种感觉。那 Pinot Noir 如果说是本身呃比较成熟一点的话，就是阳光日照稍微多一点的话，还是保持在高贵的状况底下呢，通常它的味道会比较偏向黑樱桃的味道，就是那种樱桃比较黑色的这样黑色紫黑色的那种樱桃。那如果说它是在比较更高纬度的话，然后它日照比较不足的话，它比较没有办法结成这么深的颜色，那种的品种的话，喝起来就会比较偏向红樱桃嘛。市面上有一种是红樱桃，红色的樱桃，也就是说莓果气息呢会比较偏向草莓那种那方面的味道，就是说它也是很典雅，但是跟那种黑色的樱桃、紫黑色的那种樱桃，那种比较稍微有点幽暗，或是比较更好像更多秘密的那种品种，那样子的味道呢，还是不一样的。就是红樱桃跟所谓的你讲紫樱桃或黑樱桃之间的差异性，那跟成熟度还有产区是有关系的。那回过头来，我们讲比较杂一点，因为这是闲聊嘛，就是说平农的话，它既然是一个，它是算是一个高经济价值的作物，所以除了在原来的原产地的Burgundy 之外，在其他的国家也会有栽种哦，特别是法国以北的德国的皮诺诺现在越来越有名，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它本来就有栽种，可是以前德国是比较冷，所以它当时是皮诺诺有在种，它的品质相对来讲就不会没有 Burgundy 这么好。其实 Burgundy 种皮诺诺都已经算是不能讲很勉强，就是当时算是比较刚刚好的温度界限，因为毕竟它是皮诺诺的发源地嘛。那种它适应那边的气候，可是你更北一点的地方的话，像德国那区域的话，早期种起来效果比较不会那么好，它的颜色就比较不会那么的深吼，就是我刚刚讲比较偏向红樱桃啊那种呃红紫色，而不是黑紫色的那种味道。但是今年这20年来了吧，随着那个怎么讲声音现象啊，或者是气候变化暖化，就是德国的南部哦，因为它跟法国有接壤嘛，那个区域的种的那皮诺诺呢，品质就因为天气比较没有那么冷了，所以它种的品质就变成是可以慢慢的向这个 Burgundy 靠拢。只是说呢，我讲靠拢，意思是说它真的是会有一点像，但是还是跟 Burgundy 那边不太一样。但是它的调性也是可以把它归类在 elegant 那样子的等级。嗯，因为德国酒在台湾本来卖的就不便宜哦，这个很多因素，它也是很远，它更内陆啊。然后第二个是皮诺瓦也不便宜，所以德国的皮诺瓦以目前为止，至少这几年来讲呢，虽然说它量比较大了，可是因为它跟 Burgundy 也没有隔得很远，然后价格竟然也不会差非常非常多。当然，除了 Burgundy 的特级园更贵，那是另外一回事。我讲说，如果你只是要喝那种一级园或者是普通的地区型的酒，跟那个德国的皮诺诺喝起来的话，其实差不多。那相对价格会比较便宜啊，因为 Burgundy 是很多溢价区啊或地雷区的一个产地啊，就是这跟所谓的皮诺诺本身的 s p a g e n e s 和它的风土等等，或者它很娇弱等等，其实都会有关系的。那你呃，如果能够找到好的，它是的确也酿的不错，年份也不错的德国的皮诺诺呢，在合理的范围，如果它高超过1万块，那都不值得买了。但如果是几千块钱左右的话，因为现在在 Burgundy 那边的皮诺诺一般来讲就已经要几千块钱了。我讲的是甚至地区型的，呃，所谓的博贡这种在一个区域大区域型的，或是一级园而已，或村庄级一级园这样，
它就已经是一个价格就不便宜的。所以如果说有机会可以试到法国德国的皮诺诺的话，在相较于这种村庄级啊、一级园啊，或者是大区域等级的，也许你试试看德国的会是一个有趣的经验。哈，不过引进台湾的并不多了。那皮诺诺另外还有2个很有名的产区，一个是在美国西海岸的纳帕那个区域，或者是再往北推一点西雅图那个区域啊，华盛顿啊，Oregon 那个区域。然后我等一下再来讲它的味道。然后另外就是所谓的纽澳区澳洲跟纽西兰，特别是纽西兰。纽西兰有南岛、北岛，然后北岛比较有名。北岛南半球的看法是，南岛是更靠近极地的南极的，所以它天气更冷。北岛的话就相对来讲比较没有那么的冷，但是它无论如何还是一个蛮适合生长皮诺的那个风土条件。它的纬度南北纬这样相对于这个 Burgundy 刚好差不多同样的位置，所以在北岛生产的这个纽西兰北岛生产的皮诺诺等级还蛮不错的，还不错哦。就是你的除了 Burgundy 之外的，可能是 second choice 吧，第2个选择。那相较于美国的皮诺诺跟这个纽西兰的皮诺，澳洲也有皮诺诺，可是澳洲我觉得你买澳洲，你倒不如买纽西兰。就是你如果随便乱买的话，纽西兰比较不容易出错那澳洲有时候还是会有一些怪怪的东西因为澳洲实在太大了那美国的皮诺诺的话，我是建议比较买，一般讲说 Oregon 那个区域嘛，华盛顿 Oregon 那个区域，西雅图那个区域的皮诺等级会比较好。我曾经有一个有一个朋友，就是她是空姐，她就是有一次我在飞机上坐他们的飞机，然后他就跟我讲说，旁边他的这个，因为我那天坐的是免费票，就是亲属票，他要帮我弄上去的。那时候我要飞美国，他就跟我讲说，坐在旁边这个也是他们公司的，是一个应该是黑人就是但是可能有混血到了，就是没有那么的颜色，没那么的肤色，没那么的深彬彬有礼，讲话很有礼貌。有个男生他就是跟我聊，然后我朋友就跟我讲说，他们家呢，这个他的从黑人朋友这个家呢，他们家就是在西雅图华盛顿那个区域，然后家里有葡萄园，种植就是皮诺诺。然后他说他们有时候去那边玩，他们休假去那边玩的话，喝那酒啊什么的，有的没有的。住在酒庄有酒庄的好处啦，就是说他们平常耕种啊什么的，但是酒都喝不完的。然后烤肉啊什么办 party 啊那种那么高的纬度，基本上也没有什么蚊，就是不会有像台湾像现在如果我到外面去，已经很多小黑蚊了，很麻烦。那在那种区域都没有，所以那种烤肉什么的那个，你可以想象中典型的美国的那种田园式的生活，那边就可以执行在台湾就没有办法。台湾除非是比较高的山区但是这个不能比每个国家有每个国家不一样的特性。那以美国的皮诺诺来讲，跟相较于这个纽西兰的北岛的皮诺诺，还有我们回到刚刚讲欧洲的这个，不管是法国 Burgundy 或是德国的这个南部的皮诺诺比较起来呢，旧世界产区这一块，欧洲这一块，它喝起来的确是比较 elegant， 比较有那种高贵的气息。那在美国的话，喝起来是，它就是美国人的特性。我应该怎么形容？就是它可能也是有教养，但是他们那种教养又带有一定的自由度的感觉。那种自由度，你可以讲奔放，或者是说它喝起来比较华丽一点。但是又不到那种七彩斑斓那种华丽，就是说，相较于那种比较典雅的 elegant 那种的旧世界产区的
品种诺，美国的是稍微再华丽一点点。我不是用艳丽，我用华丽来形容，就是说你可以更明显感受到它的那种气息的那种奔泻而出的那种感觉。然后至于说在纽西兰那边的话呢，它也是有点像美国那样子的味道，但是它又稍微再收敛一点点，这个很难形容，就是稍微再收敛一点点，而且我个人的印象是那种除了黑樱桃的味道之外，还会有多一些那种黑李子的那种味道，就是比较，如果要比较的话，我会觉得美国的皮诺诺跟这个呃法国或者是德国，特别是 Burgundy 那边的皮诺诺会比较稍微像一点，只是美国的比较外放一点，稍微外放一点点，然后纽西兰是稍微有一点点变异，有一点点比较不一样，就是说它可能也是很典雅，但是他们的穿着，就是说以人来比喻的话，他穿着就没有那么宫廷式，而是比较属于那种也许是学院风的那种风格。这样讲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就是说它还是有不一样的味道，但是它的 Spargenus 就是属于拼农那个味道呢，你一开瓶其实还是可以闻得出来。单纯就味道而言，香气而言一闻就知道是皮诺诺。然后如果你的品饮的记录更多的话，其实你闻那个香气，基本上有不小的几率哦，这看你的经验，不小的几率可以分辨出这个是属于纽西兰的皮诺诺，就是南半球的皮诺诺，或者是北半球的美国的皮诺诺，或者是属于 Burgundy 那种传统型的皮诺诺。那各位可以去尝试看看啊。那以这几个区域来讲呢，现在其实是纽西兰的皮诺诺是相对价格是比较低的，美国的皮诺诺价格不见得便宜哦。虽然说没有像那个 Burgundy 这么的恐怖，但是它也不见得便宜哦，就是也是要花一些钱呐、就是这种在美国都算是比较高价的酒。当然，他们不是所谓的膜拜酒 cut wine CULT，但是它基本上呢，华盛顿州的这些皮诺诺这个酒呢，其实它也还是有一定的价位哈，一定的价位。哎，其实台湾最近关税的影响嘛，应该多引进美国酒吧，因为你也不用，对不对？我们对川普也好交代啊，而且台湾其实有广大的酒友啊，只不过其实美国的皮诺一直有人引进，但是之前卖的不是很好，因为大家想到皮诺都因为还是以法国为主嘛，然后后来比较价廉的稍微可以接受的皮诺就是又是以纽西兰那边价格稍微再低了，就是比较平民化一点的，所以你美国进来的酒刚好夹在中间，就是变成是有点尴尬的位置，就是说有钱人可能就加钱去买那个法国的。那稍微一般的平民，甚至我们在卖场搞不好可以看到纽西兰的皮诺诺，所以这个就是选择性的问题。也许可以趁着真正的关税呢，我不晓得之前美国进来的关税，就是我相信的葡萄酒关税是差不多的啦，但是美国进来、纽澳进来跟这个法国进来，它的关税打了是不是一样？我不晓得哈，因为关税这种东西就是它有一点贸易壁垒嘛，所以即便同样类型的东西呢，但是你从不同国家过来，你可能就会要加的税是不一样的。即便是同样类型的东西哦，这方面中国就很惨嘛。至少目前为止传出来的消息都是，有一些豁免的项目，但是大部分其实都可能要芬太尼关税加上125啊，总共145的关税啊，然后可能还要再罚或什么的，这细节我就不谈了，各位去看新闻就好了。那我用一个话来做结论，就是说，皮诺诺这种东西呢，Spargenus 这种所谓的本质上的这个东西，它当然很明显，所以各位可以把它想象成，它就像一张白色的画布。我讲的是布哦，画布就是油画那种画布哦，所以
那种布当然有不同的织法，所以它可能有厚薄，或者是摸起来比较粗、比较细的那种感觉，那上色容易不容易？那如果把皮诺诺想象成一个白色的画布的话呢，那后面的所谓的风土、天地人的酿造啊、栽种啊、酿造啊的过程里面，就好像我们在画图一样，所以你画布不一样，那个色泽晕开的程度也不一样，那画风不一样的画者画风也不一样，所以，嗯、当然所有葡萄品种其实都可以用这种方式来类比，但是以品种弄好来讲的话，它的这种效果其实是更明显的哈。那在我忘记是英国还是哪，应该是英国吧，有一个葡萄酒大师曾经说，应该是英国，他是曾经在 Decanter 上面在谈 Pinot Noir 的 Pinot Noir 之爱，好像这样的翻译这篇文章，这个很久以前的文章了，大概20年前了，我找不到了。他有提过，就是说他把 Pinot Noir 用一个名词来形容，他说这种 Pinot Noir 就是因为它的刚讲了这么多的特性呢，因为它价格贵、产量低，然后酿造过程就需要很仔细的照顾，然后它栽种的地区的风土又就是影响很大，所以这种酒呢，一般来讲，比方讲你买到 Burgundy 的酒，它价格不便宜，你买过来的时候，你都能预期它会是一个很好喝的酒，而且要很特别的酒。可是就是因为它有这么多的变数，所以有时候常常会买到不好喝的酒，而且价格又贵，就是踩地雷哦。早期啦，现在当然是会有改进啦，因为这个 s e p a g i n u s 跟所谓的铁化，当然还包含人酿造技术，的酿造技术是一直在改变的，所以踩的几率会比较低，而不会只是单纯的看天吃饭。那他这个讲的话是比较以早期的方式来解释，就是说，因为皮诺啊背负着这么多的原罪或讲压力在呢，所以这个酒评家很有名的酒评家把它形容，那名字我忘记了哈，我这也不是那么重要了，我们在讲的意义比较重要。他把皮诺啊形容成为一个名词，叫做道德的指南针，道德的指南针。知道怎么形容了？指南针，好，指南某一个国家元首指南针成金嘛，吼，开玩笑的，拜托我还要进，可能有朋友在某一个国家，我还是想进去啊，未来有机会的话，他说，这个酒评家把皮诺瓦形容成为一个道德的指南针，意思就是说呢。指南针其实你说指明方向了，就是因为你一指错，你走了就可能就天差黄地远，走到别的地方去了，掉到谷里面都有可能。啊，对了，你就可以找到你要的道路，你要的结果。那他用道德的指南针，他其实就是比较抽象化的来形容，就是来解释的话，就是说。因为你这么的娇贵，我花了这么多的钱去买了你这样的酒过来，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当你花了一笔大钱在买了一个东西之后，不管买车、买相机、买衣服、吃一个美食等等的，你花了钱之后，你当然希望得到一个很好的回馈、效果、满足感。那如果没有的话，你吃了一个餐厅踩雷了，不管是什么因素踩雷了。你是不是会觉得异常的失望？为什么？因为你花了钱，代价太大了，相对来讲比较大。你要讲 CP 值也可以，可是他这个意思其实不是比较的不是在讲 CP 值，而是说它就像一个，我会觉得你应该有这个道德。你既然跟我收了这么多的钱呢，这瓶酒，然后你既然表现的不好，所以你把我指向不一样的方向去了，所以。他用道德的指南针来形容Pinot Noir 这种葡萄所酿出的酒的特性，或是他对它的期待，很有意思哦。这个文学底子够的这个英国人，就是反正开发的国家的文人呢，在用这些。形容词，特别是有关美食方面的用形容词，其实是非常的
怎么讲呢？不能讲我不用精准来形容，是非常的刻薄，或者是比较那种刻薄，又不是直接那种诉诸言语那种尖酸刻薄，而是会让你要稍微思考一下的那种感觉，然后会心一笑的那种，有点像英国有名的王尔德啊，他讲了一些讽刺的话一样。那以上就是有关于皮诺诺的比较简单的介绍啊。那其实有关于葡萄品种的特性什么的那个我没有讲得非常清楚啊，但是这点也算是一个简论啦。那以后有时间我们再来谈更深的东西，或介绍不一样的葡萄品种。比方讲 Riesling 就是一个很好介绍的葡萄品种啊，或者是你要讲酒米、山田锦也可以拿出来好好的大书特书的讲一番。好，35分钟维持我的水准，一镜到底哦。虽然我前面有一个简单的提示，但是那个并不是，你看我都是看着镜头在讲嘛。其实我以前这样看着这个画面在讲也是没有提示，只是后来有朋友跟我讲说你这样讲，好，就是虽然没在念稿，但是要不要把画面稍微朝着镜头来讲？好吧，我就把它当成大家人在这个镜头的对面啊。按赞、订阅、分享，然后这个我虽然很久没有更新，但是希望这个还是我会持续录下去的哈。希望大家给予支持，然后尽量看到最后，把它当成我在讲故事一样。那今天就到这里为止哦。填土之道有道理，海恩我理想中的餐酒生活。拜拜。